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研究所。今天跟大家聊白色的浪漫、自由的礼赞，用秩序跟量感呢来看Campo Baeza、Alberto Campo Baeza 的作品，西班牙的教授，也是建筑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不看网站，我们先从要聊的这个主题开始。那秩序量感 Alberto Campo Baeza 呢，他的作品呢，很多的这个颜色是用白色的，然后在西班牙。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作品。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就是美，建筑师的工作就是捕捉美。那我们深夜研究所呢，我们要就是研究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美。那我们聊的这个美呢，主要是针对这个空间，然后针对是人造的空间，人设计出来的空间这样的美学，然后去聊它背后的这种美学呢，怎么做出来的这种手法去研究。那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在捕捉美。那你看一下他这个，当我们一回家的时候呢，这张照片就是回家的时候他设计的一个作品。你回家看到的呢是一个白色的空间，可以让你感受到了。我们就看这张照片，我们直接感受到是不是一个美的空间。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什么？比如说你这个画面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天空，还有外面的这个树木。然后室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小的树，还有这个水池。然后可以看到室内有玻璃，可以看到室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空间是白色的。然后这个树的后面有一个墙，好像是它的背景，然后又延伸到了室内去。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右边有玻璃，然后下面呢又有这个水池，两个这个蓝色的在呼应。所以你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你感受到了就是白色的块体，还有蓝天、白云，然后树木，还有水。这个是一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个也是一回家的时候，我一打开门，我可以看到这个水池，就是我一打开门，我可以看到这个大海。然后我一回家的时候，这是他另外一个住宅在海边的。那一打开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的就是这样子，让你觉得哇，大自然，然后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然后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旁边还有一个游泳池，然后中间是要走回家的这个路，然后左边是一个可以座椅的地方，可以坐在那边一样看天空。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你感受到美，这种自然的美？这个也是回家的这个一打开门的时候会看到的一种效果。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他设计的这个住宅啊，一个是室内的视角，一个是建筑的视角。然后室内的视角一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室内，然后这个上面的天空，然后天空的光线进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是就是很让你感受到的就是白色亮体，还有上面的这个光线。然后右边的是建筑的视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回家的时候还没有进到室内，但是我们打开就是进到家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然后再从这里再走下去室内里面。那但是这两个都是回家的视角，一个是进去的室内，一个是进去我们的那个空间，就是进去他的家里面，但是他这个视角是建筑的视角，是看到外面的那个海。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空间的这个平面哈，刚刚左边的这个 Gasper House， 还有这个右边的这个 House of the Infinity， 这个左边的这个是一个方形的空间。
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左边的这个空间，它是一个就是在一个方块里面，然后呢，我们回家的时候呢，一进门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中间进来，再到它的室内，然后这个室内还可以通到后面的这个空间去。就是那个泳池的空间在后面，然后全部的空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它可以通到这个不同的空间去。所以整个平面呢，它其实是连通的，是一个很大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玻璃的地方玻璃的地方是穿透的，所以整个平面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平面。然后另外一个空间在海边的这个空间，你可以看到的是，他一回家的时候，这边是马路嘛，你看这边是马路，然后车呢，我们停到这边的时候，停到这个地方，那我人从中间走进去，就看到刚刚的那个整个海边的那个效果，海岸。那这个是一个建筑的视角，然后左边的这个是回家的室内的一个视角，但是让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生活的空间，而且这个平面是你在这个平面你可以自由的一个活动，可以在上面就是你可以放椅子，你可以在上面就是跟朋友就是烧烤喝酒，或者在上面呢跟人就是办一些活动，或甚至是你可以用一张椅子坐在这边看大海看风景冥想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这是一种对自由的礼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你这个平面你给它一个平面，然后整个平面呢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活动，是一个很自由的一种空间感。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平面这个议题就是说回到这个2500年前，我们讲一下历史，就是说平面在这里，当平面抬高的时候，就像这样，它抬高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跟神对话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抬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建筑最早的这种形态，建筑最早的形态就是一个抬高的地面，就像我们在做这个建筑做开发建造一个建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整地，我们必须要挖地，先把它整成一个平面，就像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态就是建筑最开始的一个形态，一种形式。然后这个是乌总他画的一个就抬起来的，因为他到那个墨西哥那个地方去看，就是那个玛雅文化的那个遗迹，他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形态，其实就是建筑最早的一种形态。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平面呢，它可以用作，就是抬高的这个平面可以用作来做祭典、祭祀，所以这样子一个抬高就是一个跟神对话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就是帕特农神庙呢，在雅典卫城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建造了一个神庙。就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就是跟神来对话的一个空间，就可以关联到这个希腊的那个时候。那我们再讲到希腊的这个希腊三贤，这三个哲学家苏格拉底，然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然后苏格拉底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就是一个哲学的开始。当你知道说，其实我是无知的，自知无知这件事情呢，就会让你去学习，让你去成长。如果你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其实你就很难成长，你也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所以哲学一开始呢，就是你要先去学习、去了解、去经验、去探索，这就是哲学的精神。那柏拉图他说美是什么呢？美是真理的辉煌，就是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喜欢把这个真善美，把它这个用作是美的这个最高的这种原则。
就是要真实的，要善良的。亚里士多德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西方的他们的这个对空间的这个观念，对这个就是思考这个哲理的方面，他们是思考这种真善美、真理的，然后对这种事物的追求，它的这种真相，追求这个自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鲁特鲁威，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建筑师哈，就是在大概西元前的这个80到70，还有到西元前15年这个时候，古罗马这时候的一个建筑师他说的这个建筑的3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兼顾实用美观。他写了一本就是建筑实书，现在还有这本书是最早的记录建筑的这个书，他讲到的这个建筑的3原则。那兼顾实用呢，它就会出现这个美，所以美是必须你要这个建筑是要兼顾的，然后它要很实用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平面跟水平线跟视线的这个关系，就是说在这个新约圣经在罗马帝国呢，他们这个犹太行省总督本丢这个比拉多所说的话，就在说这个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把他钉死。所以这一幅画四观齿人，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上面是一个透视，然后是一个就是一个平面在这里，然后一个透视的一个平面，这是一个平面我们看到的呢。你再看这个同样的这个主题四观齿人，就是看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他这个空间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视线跟这个平面水平面是在同一个高度的时候，这个平面就消失，变成一条线。然后毕卡索在画的时候，这个是这个伦布朗他画的这个四观齿人，那毕卡索他也画了一个这个一样的主题，他一样用了这个视线的这个高度哈，就是用了一个技巧，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视线的高是跟这个建筑物是同高的时候，这个水平面就消失，就变成一条线。那 Campbell Baeza 他在设计的建筑的时候，他也利用了这个技巧，把这个建筑抬高，然后让你看到这个建筑变成一条线，它的这个水平面呢出来之后，平面就消失了。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很重要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建筑师 Miss Bandero 在巴塞罗那馆那时候万国博览会的时候，他设计的一个德国的这个馆，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它抬起来了，把这个建筑抬起，你的视觉变高了，然后这个平面消失了，然后建筑其他的这个地方也变成一个水平面了，你可以看到很强的这个水平线。然后在这个 Farnsworth House 的时候也一样，他把这个地方抬高，然后呢，你一样看到这个建筑变成一个水平线条，就是很加强了这个线条这个线条感。水平线呢，跟这个建筑线就变成一个平行线了。这样的这种平行线就加强了这个水平线这条线。所以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这个 infinite 这个无限之家哈，我们刚刚最早看到的就是在海边的这个无限之家，它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量体，然后这条水平线跟这个大自然这个水平线是同样的一条水平线，它的这个建筑就延续了这个历史，就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抬起的这个水平面，然后跟这个水平线的这个关系，就把这种
建筑最基本的这种形态，就是抬起来这个平台的这种形式，给它延续了一个建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它的这个想法是从最早的这个建筑的这种抬起这种思维来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平面，它就是跟上帝对话，它也延续了这个建筑历史，这个平面嘛，然后变成一个水平线，然后延续了建筑历史，又跟上帝对话。它在2020年的一个案子，在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就是展览的空间，然后它就是一样设计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它就是一个。那我们当然这个高度是我们从上往下看，但我们人在下面看的时候，这个建筑就变成一个好像高起的一个平台。那刚刚说到美的这件事情，建筑呢，它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在我们看到这个康波巴埃萨的这个建筑里面，这个抬起的这个平台，还有一个就是建筑的工作是捕捉美。那美的这个美是什么呢？是大自然。你看这条水平线，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无限的这个水平线。那我要捕捉这个美的时候，我的建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跟它加强，我可以把这个建筑的这个量体跟这个水平线，我可以加强。人在这边可以加强这条线，跟我的建筑去强化了这个自然的这条线。还有一个，我的建筑呢，我可以把它框起来，让你去看到一样，看到这个线，那我把它框起来，去强化了这个自然的这条线。所以我们的建筑呢，其实是跟自然有对话的。然后我们透过这种水平线呢，跟自然呢强化了这个大自然，然后捕捉了这个大自然的美。另外一个捕捉美呢，除了这个大自然，还有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光的力量，就是说我的建筑里面，我可以看到光线在我建筑里面这种流动。在安藤忠雄的空间是这样子，然后在 Stephen Holl 的这个空间也可以看到。那在我们这个康波巴埃萨的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太阳光啊，进到空间的时候的那一种流动、震撼。而且你看它这个空间的这个光线是不是很像音符，一个一个的在空间里面，而且它会变化。这是一个银行，他们这个格拉纳达银行。那我们看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稍微解读了一下它的这个捕捉美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 Stephen Holl 呢，他去这个 Ampol Cambesa 的空间里面，他看到这个空间里面跟这种光线啊、时间啊的关系，他的这个解释。我们来看 Stephen Holl 是怎么讲这个康波巴埃萨的作品，我们再来聊一下。An amazing quality of sunlight here. And the museum decides not to use this, but to make all the circulation by elevators inside. But still, it exists as a fantastic piece of space in light and motion. And therefore, as architecture really is an art that deserves to exist just as a space, this exists as a great experiential space. This is an incredible space, and you know, the feeling of the space is enormously powerful, emotional, even though the bank is almost defunct, only 5% occupancy. There's no people in here at all, but that does not diminish the quality of this space. This is architecture. I mean, if someone says that architecture depends on function,
I think the art of architecture exists regardless of function. This space is functioning 100% right now. We're standing here enormously excited about the light, this alabaster wall, the proportions. So it's functioning 100%. The bank is not functioning. You know, our government is shut down. I mean, everything is dysfunctional. But architecture is not dysfunctioning. It's functioning very, very well. You know, it's a place. This is a destination. It's a spatial energy in here, and the proportions and the light, enormously powerful. Incredible. No? Fantastic. 好，那看完它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光线还有它的这个变化，就是很漂亮？那个力度在光线在它空间里面的那个流动，它也让你看到了。那大自然在它的空间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很强烈的这种震撼。那它的这个美学的这个手法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到那个空间是很简单、很清晰、很干净的，而且它的结构也是非常的清楚、干净的。啊，这个的话，那它设计上面它是怎么样的手法？你看我们这个图就知道说，它的手法其实就是用格子，用这种网格的这种系统来设计的，所以它的空间是很有秩序感的，因为它的那个尺寸、比例、关系、大小，它都是有一个规范在那边，所以它的那个秩序感会非常的强。它就是用这种方块来做这个它的建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但是你说是用方块来做它的设计，但是这个空间它并不会很无趣，它也不会让你敏感，就是这样的空间你可以感受的东西其实很多，因为动线跟光线跟这个人互动的时候，它还有它的这个开口要开在哪边，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好好的去研究的。虽然是我们在这个网格上面做设计，但是它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你必须要去研究。有什么不确定呢？就是说这个光线的这个进到室内来的光线的变化，还有风流动的，还有你的动线必须在里面游走，这些你都必须要去研究，然后去分析。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空间，它也是去分析了这个是无限之家，它也是分析了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立面的时候，我的人跟这个海岸线这边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人是从上面这边再下来到我这个空间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手稿，去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手稿。他这个手稿研究这个大致的这个体量，然后他又写了很多的这个他这个看出去的这个效果是什么，然后他这个不同的高度之间的关系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然后在下面的这个空间跟上面开放的空间，当我这个人到里面的时候，它跟外面的这个关系做的一个思考，然后它要开的这个圆洞，让光线进到室内的时候，它这个玻璃圆洞的这个光线的这个细节是什么？然后进去这个里面的这个结构呢，它的结构要怎么样来放是最适合、最合理的，跟这个动线的关系。然后量体的关系，这些就是一些体量跟它的这个动线，它是要在中间进去，还是从旁边进到它的室内？然后进去之后呢，会看到的这个空间的感觉是什么？然后看出去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在后面，还是在前面？距离在哪里？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他会用他的这个笔记本把它画下来，然后他是用很多的这个手
绘、手稿来画，甚至他们的这个施工图跟他们的这个研究，它很多都是用模型跟这个手绘的方式。电脑的方式是后来用电脑，但是很早的他们都是用手绘的方式来研究这个建筑的关系、量体的关系，然后尺寸的关系。然后他会写很多的这个感受，就是说我人在这边的时候，我看出去的那种感受，跟到我在不同的地方，我的感受，我的那个知觉是什么，人会感受到什么，他会把这个写下来。然后不同的高度的这个空间感、大小，然后这个空间呢，我是要重叠的，还是我要退缩的，这个都可以透过它的这个你的视觉，还有这个光线进来的这种效果呢，去研究。然后人在上面的那个感觉是什么？这有很多的这个你是可以去思考的。然后你这个挖洞的时候的关系，跟没有挖洞的时候的关系。所以他光是这个手稿呢，就画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思考，还有里面的机能。然后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大海，然后这个鸟啊、天空啊，这种是一个很浪漫的这种想法。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手绘在研究它这个，还有这个挖洞，还有它的柱子的这样的关系、结构的关系，跟它的这个建筑。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那康布巴埃萨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他以这种很纯粹的这种几何状的建筑来思考，然后用这种比较有秩序的这个方格的方式来思考建筑，在欧洲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现在的欧洲的这些建筑师还有设计师。康布巴埃萨在他这个学校教书，在这个马德里这个大学哈。教书已经教了40多年，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建筑师，用这种很清晰的结构跟这种块体跟光线的这种关系来研究，然后来做设计跟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图。而且这些图呢，都是基于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坚固，还有这个实用机能上的实用，然后出来的这种美观，这个建筑的美观来思考的，就是它的建筑跟人在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的关系，还有就是这个建筑本身的这个坚固，所以这个建筑的结构是很清楚、很清晰的。就是一开始会用这个方格来看这个它的这个尺寸大小，很好的去掌控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大小的这种比例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思考的这种手稿。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在做设计或做建筑的人，可能越来越少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建筑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跟方式是一种很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在思考建筑方面，不只是说只是形式上面的，它在思考建筑上面还多了一个，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那种感受，还有这个空间跟结构，还有动线跟光线的这个关系，它可以再用这个手绘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东西，还有你人在里面的感受是什么，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你看他写了好多的这个
就是我人进来，然后这个尺寸是什么，我下去这个空间，然后里面的空间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不同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手稿手绘这个思考建筑的时候，其实画了非常多，50-60张、70-80张、100多张的这种手绘的这种思考，对建筑的思考，再把这个建筑再把它做出来。对他而言，就是说建筑不是一种风格上的问题，而是说他去思考这个建筑本身在结构，在这个使用上面的关系，还有跟光线、跟人的视觉，还有人进到这个空间，他看到什么，他怎么去游走这个空间有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刚刚那个是无限之家，那这个是室内的这个住宅，他研究的也是他用这个模型的方式在研究这个光线进到这个空间的，然后的不同的时间点到这个光线到室内的这种效果。因为你知道在西班牙它是一个就是光线很强的，有时候夏天也是很热的，所以它这个空间必须你还是要有一些遮蔽，而且它这个场地都是在比较偏地中海边的地方，所以它要有一些高墙把这个风挡住，让你在室内的时候你会舒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墙挡，就是这个进到这个空间里面的墙比较高的这个方式呢，是因为它必须挡住很强的这个风，你在室内你才会很舒服。所以这个是跟使用上面是很有关系的，跟他本身这个设计师或者建筑师他的爱好没有什么关系，是他因为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需求，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然后到室内的时候，这个室内它抬高，让室内的空间有更高的一种挑高的这种效果到室内来，然后这个挑高的这个建筑中间的这个建筑也会形成阴影，就是这些阴影这边就会有阴影，这里有阴影，所以室内呢它有太阳进来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很多的阴影，不会让室内这个空间太热，因为夏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热的，所以这个光线本身还是需要被控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建筑它其实是很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它不是说它一定要这个东西高这个东西低，而是说这个比例呢在这个空间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中间抬高会形成这个阴影在空间里面把光线挡住，但是它有局部的光线让它进到空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理性的思考建筑的一个结果，是使用上面的，所以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造型，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康布巴埃萨在思考建筑的时候，他说是你的这个必要性跟这个需要，还有你这个是不可以或缺的这种元素，在建筑里面是重要的。然后因为你有很清晰的这个思考，因此这个空间做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很简洁很有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美感。好，那我们看了刚刚这两个作品，那我们回来看康波巴埃萨的网站，我们去看一下他的这个介绍，还有他其他的作品大概的这种其他作品的这种美学的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就是到他的网站去呢，你会看到他这边有很多的资料，然后康波巴埃萨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他的这个介绍。康波巴埃萨应该他跟 Stephen Ho 一样，是这个普利兹克奖的建筑的这种获奖的热门的人选之一，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教授，然后他们两个也教书教很久，然后他们的这种建筑的这种美学跟这种
影响了不同的这个建筑师的这种贡献，应该会为他们就是这个建筑的重要性，还有他们写的很多的著作，到现在也是很重要的，大家会去学习的一个范本。那就是他们 Stephen Holl 跟 Campbell Baeza 呢，他们应该就是也是未来很重要的这个建筑师，甚至是老师、教授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我们把它我们看一下，我们简单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他住在贾蒂斯，然后他在那边意识到了光线这个事情，然后他在马德里学校，他是马德里这个建筑学院 ETSAM 设计系的这个教授，然后也是名誉教授终身的这种教授，他超过了35年的这个教学，他到现在应该也超过了40年了。然后他在这个巴塞隆纳建筑学院也有当客座教授，他也有在这个纽约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那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奖，甚至是西班牙的这个政府啊，还就是给他授奖。然后他这边讲很多哈，柏林大奖、西班牙国际奖，然后获得这个卢浮宫的1等奖。然后他这个卢浮宫没有建出来，但是他有就是参加这个，但是就是还是获得了这个1等奖。然后墨西哥的大学的这个奖，然后有很多的荣誉博士学位。然后美国的建筑师学会、西班牙建筑师学会的这个建筑金奖，然后意大利大学博士、纽约，然后这个意大利的荣誉学博士学位，纽约的这个杰出实践成就奖，基本上他的这个建筑啊，其实坎布贝萨的建筑不多，它并没有很多，但是每一个建筑几乎都是很经典，然后都很就是你看起来你觉得那个空间量体感、秩序感，还有这个建筑本身的这个重量感，会让你觉得是很有美学的，很美的，但是又很理性的。对他的著作，你看他很多的著作、思考，然后教书。那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面呢，他有很多的资料，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他的这些著作都可以下载，然后他也有很多的教学的这个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去学习。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建筑的这个作品，2023年的，然后这个空间还有这个住宅。都是一个量体感很足，然后结构很鲜明、很清晰的这样子的一种逻辑的思考的建筑。可以看到，然后光线到空间来的那种效果，然后它的这个空间建筑呢的这个量体感。然后很清晰的结构，然后块体，然后光线，然后这种穿透性，还有这种纯粹的这种流动性，可以让你感受到。这是刚刚那个 Stephen Holl， 这个 Stephen Holl 说这个安达卢西亚的 Museum， 然后捕捉美。还有这个光进来的这种美，空间的这种纯粹跟空间的这种空间的纯粹跟思考，
大家可以在它的这个建筑里面去看到很多的经典，因为它的这个建筑其实就是在探索这个建筑的这种本质应该要具备的这种坚固性跟这种实用，然后这种清晰跟这种简洁。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教学跟课程，还有影片，大家可以到他的网站去学习。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video， 还有跟他的这个 teaching， 他讲到这个七堂建筑课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7堂建筑课。第一个是在讲这个 beauty， 就是在讲这个美。第二个是讲 wisdom， 讲智慧。然后第三个讲 surrender 跟 universality， 就是这种普遍性跟这个臣服，就是不要太有个人的这种风格跟个人的这种个性，而是去研究这个普遍性建筑的基本的这种本质。然后第4个是 intellectual enjoyment， 就是这种智能上面的一种享受，就是你学习思考的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的一种过程，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享受过程。然后5是探讨这个记忆回忆。6呢是探讨这个时间跟建筑的关系。第7是讲光线。那我们之后呢也可以再来聊这个部分，就是这7堂课再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 House of the Infinite， 就是这个无限之家。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哈，因为我觉得西班牙它是一个很自由奔放、很有热情，然后很这个浪漫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一下一个书上，他出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无限之家，他配了一点音乐，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有那种很自由的那种到这个空间，所以你会感受到这种不只是这种很强烈的这种自然跟建筑的这种美学，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浪漫的这种情调啊跟热情在它的空间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那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呢，是不是有感觉到说是很有热情？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在里面的这种浪漫、自由，然后这样的一种美学。对这个坎布巴伊萨来讲，他不太喜欢说什么极简主义、什么主义，他的作品是极简主义，但是很多极简主义的都把他的这个作品拿来做是极简主义的一个范本，就是极简主义应该就像他建筑这样子，很干净纯粹。但是对他来讲，极简主义这种风格不是他要的，他要追求的是建筑的本质，让你看到这个本质，还有这个光线，还有建筑本质里面。刚刚那7堂课有讲到回忆啊，讲到这个思考，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最后的这个他跟大家说的，因为他是教授嘛，他说 I'm still learning， 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年纪，坎布巴伊萨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用这个戈雅的这个图画跟大家说，其实就像这个画家一样，他说他在54岁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在学习，因为我还想要知道更多，我的人生是不断的往前的，我还要去思考，我还想要去做很多的创作。就是然后我也这么觉得，我的想法也是，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在学习之中你会得到很多的快乐，就像我现在学习然后分享跟大家说，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空间的美，然后也学到这个空间美的背后的这种设计的这个手法的这种运用，然后运用到之后的这个就是在解读空间的时候可以用到。那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康布巴 Aza 的这个建筑的这种美学，这种纯粹，然后它背后的这种设计的手法。下个礼拜呢，我们聊一个新的，然后一个比较需要去练习的，就是室内设计师的美学的基本的这种功夫，就是做分割，在室内里面呢，做这个平面上面的这个分割，还有这个立面上面的这种分割，还有这个吊顶、天花板的这个分割。那我们是用李伟明跟唐宗翰，他们2个台湾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手法，还有这种风格，人家说是台式风格，就是这种美学风格，很多的这种分割的手法，在空间里面产生的这种很有规整的这种美，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来研究，然后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那大家早点休息，拜拜。